在中國貴州的深山裡藏着一個怪村，這裡的每家每戶都是一兒一女，整整700年，不多不少。村民們說，這是因為一種神秘的草，讓他們想生男就生男，想生女就生女。這個配方全村只有一個人知道，傳女不傳男。曾經有人出100萬買，卻被一口拒絕。更怪的是，這個村子裡的人去世後不被埋進土裡，而是被抬進一片密林，懸在半空中。從1952年到2000年，48年裡，全村人口只增長了9個人。700年不許外娶外嫁，每家必須一兒一女，違者逐出寨門。這裡還有2口神奇的水井，一口叫南井，一口叫女井，想生男孩喝左邊，想生女孩喝右邊。但科學檢測說，2口井的水一模一樣。那秘密到底是什麼呢？今天讓我們一起走進這個藏在貴州深山裡的怪村。從貴陽出發，一路向南，車窗外的風景從高樓變成群山，3個小時後進入黔東南。這裡的山不是光禿禿的，而是被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裹得嚴嚴實實。導航開始失靈，不是信號不好，是有些路地圖上根本沒有。目的地叫站里村，藏在從江縣的大山深處一條河谷的坡地上。最後一段路，你只有靠路牌和偶爾經過的当地人指引。山路越來越窄，彎越來越急，一邊是峭壁，一邊是深谷，會車都需要找地方。就在道路似乎要走到盡頭的時候，山谷突然裂開一道口子，一片吊腳樓毫無徵兆地出現在眼前，層層疊疊，從山腳一直鋪到半山腰。青瓦、黃牆、炊煙裊裊，溪水從村前流過，嘩嘩的聲響在山谷裡回盪。河梁架上金黃的稻谷一串串垂下來，在風裡輕輕地搖晃。村中央立着一座鼓樓，10幾米高，像一把撐開的巨傘。這裡不是景區，沒有售票處，沒有停車場，沒有賣紀念品的商鋪。村口只有一塊石碑，刻着3個字：站里村。這是一個活着的700年的侗族村寨。第一眼看過去，它和貴州深山裡的其他村子沒什麼不同，一樣的吊腳樓，一樣的鼓樓，一樣的溪水繞村。但等你真正走進村子，就會發現不對勁的地方。隨便推開一扇門，問一句家裡有幾個孩子，答案永遠一模一樣：一個兒子，一個女兒。吳奶奶今年80多歲了，坐在自家門口曬太陽。她生了2個孩子，一兒一女。年輕時她也想過再生一個，但婆婆沒同意。夠了，再多寨子養不起。這話不是婆婆隨口說的。站里村幾百年前就立下過規矩，每家只許生2個，多一個都不行。沒有罰款，不用坐牢，但村民會沒臉在村裡待下去。村裡到處貼着手寫的勸世歌：一株樹上一窩雀，多了一窩就挨餓。每個站里人從小就會背，但光靠規矩管不住性別。他們究竟是怎麼保證每家都是一兒一女的呢？村裡有2口井，並排坐在2棵古榕樹下。老人說，一口偏男，一口偏女，想生兒子的喝左邊，想生女兒的喝右邊。很多準備懷孕的人會專門去打水，至於是真是假，沒人說得清。但從外面嫁進來的媳婦，剛來的時候都不信。在村裡住久了，有些也會悄悄去打一壺。不過，真正讓站里人幾百年保持一兒一女的，不是這2口井，而是一種十分神秘的草藥。石珍是侗族人，住在離站里村不遠的另一個寨子。他婚後生了一個女兒，心裡一直想要個兒子，兒女雙全才算圓滿。這個念頭擱了好幾年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在網上看到一條消息：花花草產自站里村，能決定胎兒性別，想生男就生男，想生女就生女。一副藥將近2000塊錢，這價格不便宜。但他更擔心的是，這不會是騙人的吧？猶豫了幾天，石珍做了一個決定，他不去網上買，他要親自去站里村一趟。到了站里村，他先做的是不是找草藥，而是挨家挨戶看，每一戶人家都是一兒一女，沒有一個例外。村里人告訴他，那種草的配方全村只有一個人知道，藥師傳女不傳男，一代只傳一個。曾經有人出100萬買這個秘方，藥師眼皮都沒抬一下，直接拒絕了。聽說還有外地來的學者在村裡住了1年又1年，最後什麼都沒帶走。石珍找到了藥師，那人叫吳仙娥，坐在自家院子裡織布，看起來和寨子裡其他婦女沒什麼區別。但就是這個不起眼的婦人，掌握着站里村幾百年的秘密。石珍没有直接開口要，他每天都去吳仙娥家，也不提買藥的事，就是坐着聊天，聊自己家裡的事，聊女兒，聊自己想再要一個兒子的念頭。有時他幫着燒火，有時幫着餵雞。1天、2天、3天，吳仙娥的話不多，大部分時候只是聽。終於有一天，吳仙娥開口了：
你回去每天喝南井的水，喝完再來找我。”石真照做了，他每天跑到村中心的南井邊，彎腰舀水，一口一口喝下去。几天後，吳仙娥上山了，才要1年只有1天，錯過了就要等来年。石真不知道药師去了哪座山，走了多遠的路，他只知道吳仙娥回来的時候，背篓裡裝着他沒見過的一種藤草。熬藥的過程很安靜，吳仙娥把草藥放進鍋裡，添上南井的水，生火慢熬。後来又加了一把糯米進去，整個屋子裡彌漫着一股淡淡的草藥香。期間有人来找吳仙娥說話，她一個字都不回。村裡人早就知道這個規矩，藥師熬藥的時候不能說話，說了药就不灵了。等药熬好，碗裡是淡棕色的湯汁，飄着糯米的香气。石真端起来，仰頭一口一口喝了下去，沒什麼味道，和白開水差不多，只是有一點涼涼的。走的時候，石真向吳仙娥多要了一些草藥，吳仙娥沒有拒絕，把草药遞給他，什麼話都沒說。石真後來生了男孩還是女孩，沒人知道，他自己也很少提起。有人把從站里村帶回來的草藥送去鑑定，4味草药只能認出2味，但竹葉和兔蜂都是治感冒的，和生男生女8竿子打不着。另外2味已經枯萎，連專家也認不出來那種草是真是假，科學給不出答案，藥師更不會開口。但站里村幾百戶人家，家家一兒一女，這個事實擺在那裡，誰也否認不了。那種草是真是假，也許永遠不會有答案。但站里村一兒一女的秘密不只是一株草藥的事，在藥師和古井的背後是一套運轉了數百年的系統。先看寨龜，幾百年前站里村人越來越多，地越來越少，爭田鬥毆的事天天發生。一個叫吴公立的寨老把全村人召集到鼓樓下，立下了一條鐵規矩，每家每戶只能生2個孩子，多生的逐出寨門，永遠不許回來。站里村沒有警察，沒有法院，管住這張嘴的不是罰款，是羞恥。村裡到處貼着手寫的勸世歌，不是政府的宣傳話，是村民自己寫的，貼在自家門口，貼在鼓樓柱子上，貼在村口的石碑上。一株樹上一窩雀，多了一窩就挨餓。700站里是條船，多天人定要翻船。每年農曆2月初1，全村人聚在鼓樓前，殺豬焚香，同飲血酒，對食猛食。寨老當眾宣讀寨規，然後用動歌一遍遍傳唱。這些歌詞每個站里人從小就會唱。這套規矩讓站里村從1952年到2000年48年裡人口只增長了9個人。村裡人講，以前也有人偷偷想過再生一個，但用不着別人開口，自己就會覺得抬不起頭。誰家生了第3個，不用別人趕，自己就走了。規矩就是這麼硬。再看婚俗，姑娘們要到20多歲才嫁人，這在幾百年前的中國農村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。嫁了也不算完，婚後新娘繼續住在娘家，農忙時去夫家幫忙幹活，幹完就回來，這叫不落夫家。一直要到27、8歲才正式搬去夫家住。在村子裡，1年只有2天可以辦婚禮，其他日子一律不許結婚。全村人集中在這2天辦喜事，熱鬧歸熱鬧，但仔細一想就知道，1年只結2次婚，意味着1年只有2個造人的高峰期。想離婚可以先交300斤稻穀、50斤白酒、100斤肉充公，然後離開村子，永遠不能再回来。所以在站里村幾乎沒有離婚的，不是不敢，是不值當。再看財產分配，這是最巧妙的一環。在站里村，兒子繼承稻田，女兒繼承棉花地。稻田管吃飯，棉花地管穿衣，山林和菜園兒女對半分。這意味着兒子和女兒從出生那天起就享有平等的繼承權，沒有重男輕女，沒有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。多生一個兒子，稻田就要多分1份；多生一個女兒，棉花地就要多分1份。生多了，每個人分到的就少了，娶不上媳婦，嫁不出去的自然就多了。寨規管數量，婚俗管時間，財產分配管動機，3根柱子撐起了一個系統，環環相扣。但站里村的秩序不止這些。站里村最熱鬧的地方不是誰家，是鼓樓。鼓樓在村中央，10幾米高，像一把撐開的巨傘。以前一到晚上，火塘燒起來，老人抽煙，女人放線，小孩滿地跑，有人開口唱歌，下面的人就跟着接。侗族沒有文字，幾百年的歷史，寨規祖訓全靠在歌聲裡一代代傳下來。誰家結婚唱歌，誰家蓋房唱歌，誰家死人還是唱歌。村支書武元年輕時就是歌師，會唱幾十首古歌，有些歌現在整個寨子已經沒人會唱了。他說再過幾年可能就斷了。村子周圍的樹林幾百年來也沒人敢亂砍。寨老說樹林不是山，是寨子的命，
他們把樹林分成3類：風水林不能砍，用柴林只用來修房子；新柴林用來燒火。每年春天，各家在新柴林的老树旁種上新樹，樹苗活了才会砍相應的老树。老人說，樹像人的頭髮，全剃光了，人就难看了。幾百年來，站里附近一直保留着大片原始森林，也因為这樣，這裡很少鬧旱災，也很少發生泥石流。這就是站里村一兒一女的真正秘密，不是神藥，不是迷信，是一套被全村人刻進骨頭裡的制度。寨規管數量，婚俗管時間，財產分配管動機，歌聲傳祖訓，山林養子孫，5個齒輪咬在一起，轉了700年。但站里村還有一件事，比生孩子更讓人說不清，那就是人死了以後，村後那片樹林平時沒人過去，老人經過時會下意識放輕腳步，小孩也很少靠近，因為他們都只說一句祖先在裡面。有人夜裡經過那片樹林，不敢往裡面看，風穿過樹梢，聲音都和別處的不一樣。站里村的人去世後，不是直接入土的，棺木被抬進那片樹林，架在木架上，懸在半空中，等上幾年，有時是10幾年，在择日下葬。村里人把這種做法叫扶錯。第一次跟着送葬隊伍走進那片樹林的人，一輩子都忘不了那個場景。手電光掃過去，一架一架的棺木，有的很新，木頭還是原色，搭棺的木架邊還插着紙傘，擺着八寶珠；有的已經放了很久，和樹長在了一起，上面爬滿了青苔；有的棺木下面能看到液體滲出的痕跡，在落葉上映開一片深色。蒼蠅圍在身邊飛，樹林裡安靜的只聽見自己的呼吸聲。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？站里人相信，人死後能否入土為安，不是由家人說了算的，也不是由日子說了算的，是鬼師說了算。站里一個村寨就有20多個鬼師，誰家死了人，必須全部請到，一個都不能少。鬼師要背誦經文，不能照着念，必須背出來。這套經文活着的時候不能念，只能在喪葬儀式上背。鬼師根據死者的出生年月和死亡時辰算出一個日子，如果時辰不適合下葬，就不能埋。先伏錯在樹林裡，等到鬼師算好的那個年份，村民才能再舉行2次葬。那這得等多久呢？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，也許1年，也許3、5年。有的棺材一停就是10幾年，而停棺的棺材也有講究，必須用4塊整板制成，禁止用2塊以上的木板拼成。棺材被架在2根枕木上，與地面隔離，上面再搭棚子擋雨。每年清明，家人要來封清，修整棚架。等到鬼師算定的2次葬那年，喪家要提前請人上山挖洞，洞挖得很深，有1人多高。到了日子，在棺材裡倒上油，把肉體完全燒掉，只剩骨頭，再捡出來放進一個新棺材，然後深埋入土。但這一切只是用於死得好的人。什麼叫死得好？鬼師說了才算。被槍打死的，被刀砍死的，上吊的，投水的，服毒的，從懸崖上摔下來的，這些叫死相。屍體不能進村，不能停在家裡，不能葬進祖墳。站裡的墳山分為2邊，一邊是無視正常死亡的墳山，一邊是亂葬墳山，專門埋非正常死亡的人。嬰兒的葬法則更簡單，站裡人認為不會說話、不會走路的嬰兒還算不上人，死了不請鬼師，不入棺，不起墳，不立碑，直接由父母扔到附近的山上，不是為了拋棄，是為了讓他們快點轉世，埋在土裡就回不來了。那片樹林還在，裡面的人越來越多，村裡人不會主動帶外人進去，不是怕，是覺得沒必要，那是個安靜的地方，不該打擾。他們說，第一次抬着棺木走進那片樹林的人回來後很久沒說話，他們不是害怕，而是說不出來。這些規矩在村子裡傳了700年，但鬆起來卻比想象中快得多。路通了，汽車能開進來了，年輕人見了外面的世界，就不想再被老規矩綁住。以前站里村有個死規矩，女不外嫁，男不外娶。幾百年了，站里人只在站里人之間通婚。現在年輕人出去打工、上学，在外面認識了人，自然就在一起了。村里人自己也說，現在出去談戀愛很正常了。1年只結2次婚的老規矩，年輕人也不認了。他們在外面領了證，簡單辦一下就行，沒人再去查日子是不是那2天。老一輩的女人婚後還要在娘家住好幾年，27、28歲才正式去夫家。現在的年輕人結婚就住在一起，沒人願意等那麼多年。不過寨規還在，蒙氏節還在過，每年農曆2月初1，全村人聚在鼓樓前，殺豬焚香，同飲血酒。但老人的誓言和年輕人的誓言已經不是同一個意思了。比規矩鬆動更讓人心慌的是歌在消失，侗族沒有文字，幾百年的歷史、寨規、祖訓全靠在歌聲裡一代代傳下來。
那些歌裡藏着祖先怎麼來的，寨龜怎麼立的，哪塊田歸哪家，哪片林不能砍。以前天一黑，鼓樓裡的火塘就燒起來了，全村人聚過來，歌師一句一句教，孩子一句一句跟，一唱就是一整晚。現在呢，很多年輕人已經不會唱了，有些老歌只剩幾個老人還記得。村裡有個80多歲的老奶奶，兒子在外面打工，一年只回來一次，孫子在縣城讀書，學會了普通話，但不會說動話了。過年回家，老奶奶想教孫子唱一首勸世歌，但孫子聽了2句就繼續低頭刷手機，他也就沒有再唱下去。也不是所有小孩都不學了。新鼓樓落成那年，村裡辦了一場慶典，歌师先编了祝詞，每天晚上在鼓樓裡教一個10歲的孩子，孩子叫5、6元，從縣裡放假回來，老人一句一句唱，他一句一句跟，有時候唱錯了，下面一群老人就一起笑。過去侗族人沒有學校的時候，學歌就是上學，歌師就是老師，會唱的歌越多，知道的歷史就越多。慶典那天，5、6元穿着盛裝站在人群裡，跟着歌師唱完整的守祝詞，但台下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在低頭看手機。有人問其中一個會不会唱，搖了搖頭說那是老人家的歌。村支書吳元年輕時就是歌師，他家裡有幾大本泛黃的歌本，字還是當年一筆一畫抄下來的，翻開裡面密密麻麻全是動文，用漢字來記動音，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。這些歌已經沒多少人會唱了。村裡像吳元這樣的還有一個叫吳全新的人，他在州裡工作了很多年，見過不少城市，但每次回村第一件事不是回家，是去井邊蹲下直接捧水喝。他說外面找不到這個味道。回村的時候他會換上冬裝。有人問他為什麼，他說小時候覺得寨龜煩，長大以後才發現很多東西一旦沒了就再也回不来了。老人和年輕人之間隔的不只是年齡，老人們信了一輩子的換花草，年輕人不信了。老人們覺得寨龜不能破，年輕人覺得無所謂。老人們想把古歌傳下去，年輕人沒時間聽。村裡人說以前誰家生了第3個不用別人趕，自己就走了。現在呢，年輕人出去打工，在外面生了孩子，戶口上在外面，村裡也不知道。規矩雖然還在，但管不住了。吳元試過種藥材，黃金5000塊錢買種子，苗出來了，長勢不錯。然後雨季來了，山洪從坡上衝下來，黄金地正好在低處。水退之後，吳元跑上山，蹲在地頭，半天沒站起來，苗沒了，沖得乾乾淨淨。轉過年來，他又去地裡轉，走到那片被洪水沖過的黃金地，地頭一看，土裡竟然冒出了綠苗，不多，就幾顆。吳元蹲在那裡看了半天。夜裡，鼓樓空了。以前這個時候，火塘燒得正旺，老人唱一句，孩子跟一句。現在卻只剩一堆冷灰，外面只有風吹過那片樹林時候發出的沙沙的響聲，熱鬧不在了，只剩下了一點點蟲子的叫聲。本期眼見中國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如果喜歡，記得點讚、訂閱和轉發，我們下期再見。